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模仿向佐冲上热搜，向佐回应下次一起玩。5月8日晚间的一场直播活动中，演员赵丽颖以粉色长发造型亮相，并模仿了演员向佐的经典动作摸鼻梁，引发热议。5月9日，赵丽颖模仿向佐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。当天中午，向佐发文喊话赵丽颖：“赵老师，下次没有必要害羞的，酷一点哈，找机会一起做可能会更好玩。”网友们纷纷表示：“神奇的联动，赵丽颖向佐互蹭热度。”网友：“这梗玩得溜。”刷到赵丽颖直播模仿向佐的片段时，我正在便利店排队买关东煮。收银台的电视里，她顶着一头粉色短发，对着镜头复刻向佐的摸鼻梁动作，那股子俏皮劲儿让旁边穿校服的小姑娘直接笑出了声。这个画面突然让我想起去年在横店探班时，某位流量明星为了新戏在片场反复练习抽烟姿势的样子，娱乐圈的模仿游戏从来都不只是表面的玩笑。这场看似轻松的模仿秀，实则暗藏着明星人设博弈的暗流。向佐的摸鼻梁动作自电影《门前宝地》后成为全网热梗，从韩国艺人到印度网友都在跟风复刻。赵丽颖选择在品牌直播中玩这个梗，显然不是单纯的娱乐互动。她近期在新片《向阳花》中饰演蓬头垢面的流浪汉，又在《暗夜行者》里挑战硬核悍妇角色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她正在试图挣脱甜宠女王的标签。这次模仿向佐的硬汉风格，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形象实验，用反差萌制造话题，同时为转型埋下伏笔。不过，这种人设突围背后藏着危险的钢丝。就像我认识的一位造型师朋友说的，明星的每一次跨界都是在赌观众的接受度。赵丽颖的甜美形象深入人心，20载突然转向硬朗风格，难免让部分粉丝感到困惑。直播中，有网友在弹幕里嘀咕：“这还是我认识的小谷吗？”这种质疑并非毫无道理。当演员过度依赖模仿他人的外在特征来塑造新形象，很容易陷入形似神不似的尴尬。就像李乃文模仿于和伟时，虽然动作惟妙惟肖，但观众记住的仍是于和伟的影子。向佐这边的反应倒是耐人寻味。他此前在直播中暗示将模仿现象视为流量红利，这次面对赵丽颖的模仿，虽未直接回应，但团队显然深谙借势营销的精髓。向佐近年来从功夫演员转型为反套路网红，穿女装直播，增肥演变态富二代，每一步都在打破大众对豪门公子的刻板印象。赵丽颖的模仿恰好为他的破圈计划添了一把火。两人的互动本质上是一场流量的合谋，用反差感制造话题，再通过观众的讨论实现双赢。话说回来，这种模仿游戏折射出娱乐圈更深层的焦虑。在算法主导的流量时代，明星们似乎患上了人设多动症，今天走甜美风，明天改御姐范，后天又要尝试中性风格，仿佛只有不断变换标签，才能在热搜榜占据一席之地。这种现象让我想起去年某位顶流突然宣布退圈读书，结果3个月后带着新剧复出的操作人设的频繁切换，有时更像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。站在观众的角度，我们当然乐见明星突破自我。赵丽颖在《向阳花》中蓬头垢面的扮相，让我看到了她演技的另一面。向佐在《暗涌》里的毁容式表演也确实让人眼前一亮。但问题在于，这种突破究竟是艺术追求，还是流量策略？当模仿变成获取关注的捷径，当人设成为可以随意更换的戏服，我们离真正的艺术表达是不是越来越远了？走出便利店时，夕阳把街道染成了粉红色。
手机推送里，赵丽颖模仿向佐的视频播放量已经破亿。我突然想起她在《知否》里说的那句：“活着最大的乐趣，就是看着自己讨厌的人一个个倒霉。”或许，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真正的赢家不是那些频繁更换人设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在喧嚣中守住本心的演员。向佐与赵丽颖的手势破壁，当顶流放下包袱，内娱才有了呼吸感。这场看似偶然的互动，实则是两位顶流明星在人设牢笼中的一次默契突围。当内娱还在用营业微笑安全距离维持体面时，他们用手势玩梗撕开了流量时代的伪装，让公众窥见明星作为人的鲜活与温度。破壁现场，从冷面硬汉到玩梗大师，向佐的摸鼻梁手势本诞生于电影《门前宝地》中一个略显中二的镜头，右臂横抱胸前，左手食指轻触鼻梁，配合眉头微蹙的深沉表情，却被网友戏称为眼保健操式沉思。而赵丽颖在直播中以粉发造型俏皮复刻这一动作时，却意外赋予了它新的生命。她戴着粉色美瞳，模仿时先是一愣，随即害羞捂脸，最后憋不住笑场，全程未发一言，却让屏幕前的观众集体姨母笑。向佐的回应更显高情商，没有前辈架子的说教，没有流量防爆的警惕，反而用一起玩梗的邀请，将一场可能的模仿争议转化为梦幻联动。人设围城，当顶流成为表演型人格的囚徒。这场互动的珍贵，在于撕开了内娱顶流们完美面具下的生存困境。向佐，硬汉人设的自我解构。作为向华强之子，向佐的星途始终与武打硬汉标签绑定。他曾在《封神传奇》中饰演雷震子，被批肌肉大于演技，在《无限超越班》中因用力过猛的表演登上热搜。而摸鼻梁手势的爆红，反而让他在自黑中找到了观众缘。当他在微博晒出自己模仿赵丽颖的捂脸笑表情包时，人们突然发现，原来硬汉也可以有中二魂。赵丽颖，甜妹人设的中年突围。从《陆贞传奇》的励志女主到风吹半夏的大女主，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始终伴随着甜妹标签的桎梏。她在直播中模仿向佐时的反差萌，恰恰是对甜美优雅人设的温柔反叛。当她顶着粉发比出滑稽手势时，观众看到的不是偶像失格，而是一个37岁女演员在流量裹挟下的清醒。与其被困在少女感里，不如主动拥抱不完美。内娱困局，人设经济的暴政。从4000年美女鞠婧祎的半永久妆容，到人间富贵花迪丽热巴的吃货人设，内娱明星的生存法则早已异化为人设营销学。但这场互动证明，当明星敢于放下完美包袱，用真实反应取代营业微笑，反而能赢得更多善意。破局启示，从流量傀儡到生命在场。向佐与赵丽颖的手势破壁，给内娱乃至普通人上了一堂清醒课。对明星，拒绝人设绑架，拥抱不完美。与其花钱买敬业热搜，不如学向佐在片场和群演蹲着吃盒饭。与其立吃货人设却假吃，不如学赵丽颖在直播中坦然承认我就是不会做饭。真实才是对抗流量反噬的终极武器。对观众，拒绝审判式追星，允许塌房。当向佐不再永远硬汉，赵丽颖不再永远甜美，我们该鼓掌而非嘲讽明星的不完美，恰恰是人性复归的微光。正如网友评论，原来顶流也会害羞，也会笑场，突然觉得他们离我更近了。对行业，打破安全距离，重建互动信任。当其他明星还在用律师函警告回应玩梗时，向佐却主动加入2次创作，甚至在评论区与网友斗图。这种接地气的姿态，不仅消解了明星特权的傲慢，更让公众看到，原来顶流也可以没架子。深层隐喻，手势背后的身份解放。这场互动的真正价值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：
在内娱人设经济的压迫下，明星早已沦为流量傀儡。他们必须时刻保持微笑弧度精准到毫米，必须确保每根头发丝都符合人设，甚至连打喷嚏都要提前设计好角度。而向佐与赵丽颖的手势破壁，恰似一场微型革命。当硬汉开始自嘲，当甜妹主动扮丑，他们不仅解放了自己，更解放了被人设审美绑架的观众。向佐与赵丽颖的这场手势互动，像一记耳光扇在内娱假面舞会的脸上。当其他明星还在用合体营业制造工业糖精时，他们用笑场自黑玩梗证明，真正顶流的人从不需要人设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最动人的故事。或许成年人的世界本就该是这般模样，不必永远正确，不必永远精致，不必永远体面，只要在某个瞬间，有人愿意陪你一起放下包袱，用最笨拙的手势比划出最真诚的笑，这才是对抗荒诞世界的终极浪漫。毕竟，观众最终记住的永远是角色本身，而不是模仿秀里的某个瞬间。